这部从嘉义坐专车来找张大哥的银色 R129 300SEL， 大哥在做上一次钢压测试，也就是说他停牌应该超过5年以上。那我们做钢压测试的时候，发现它的钢压除了23缸在34缸在10公斤7平方标准以外，其他的4缸都在7到7.5 kg 7平方之间。那以大哥的预估，就是猜测它是因为长期没有发动停牌5-6年以上活塞环干燥所造成它钢压不足。那好不容易大哥已经把车子发动了，因为停牌的车子对张大哥来讲就是很伤脑筋。第一个，油箱完全堵死了，所以油箱经过一番清洗之后呢，目前是可以发动，但是大哥还没有把车子开出去。我们要绕过经过长时间的测试以后，我们确定我们的油箱是 OK 的，我们才能够认为这个油箱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里面脏东西要经过试车以后摇晃，那是不是能够里面的脏东西能够还会造成堵塞，我们才能够确定这个油箱是 OK 的。那因为这部车子我换了很多东西，高压线也断了，那分电盘道也都换新了。那无论如何，我们来做一个经过它运转之后的钢压测试，来看看它的钢压是不是能够达到标准，因为这个时候的测试才是最正确的钢压。我们现在来进行这部 R129 从嘉义坐专车来找张大哥的银色300SEL 的钢压测试。经过引擎运转之后，它的钢压状况是怎么样？因为第一缸、第二缸、第1、2、5、6都大概在7到7.5之间。那我们来看看，好，现在做第一缸的钢压测试。好，开始。第一缸的钢压都已经快到13了所以这个积碳严重，这个超过12 kg 7平方就要加98汽油，所以这部车子应该用98的汽油。它原来应该在7.5左右的钢压，现在已经到13，所以跟大哥所预估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开始来做第二缸的钢压测试。好，开始。第二缸的钢压也从原先的7到7.5之间升到13，这是积碳的问题。这个还是用98的5000汽油的。再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三缸的钢压测试。好，开始。第三缸的钢压从10 kg 现在升到13，这个一样都是积碳的现象。再来，我们进行的是第四缸的钢压测试。好，开始。第四缸的钢压从10公斤升到12.5。这也是积碳的现象。再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五缸的钢压测试。好，开始。第五缸的钢压也到13左右从7.5升到13。最后，我们要进行的是第六缸的钢压测试。好，开始。
开始。第6缸的缸压也在13 kg/cm 平方左右，也是从7到7.5升到13。那经过我们第2次的测试，我们确定，缸压都已经回来了，而且所表现出来的正确缸压都是积碳过高，那产生缸压都在12.5、13左右啊，跟标准的10到12 kg/cm 平方已经高了相当多。所以这部车子应该要加98的汽油。如果说12 kg/cm 平方以上那就一定要加98的无铅汽油。但是呢，大哥还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个火星塞这个火星塞，因为大哥已经是全新的火星塞，那经过调教以后我们看到了火星塞的燃烧状况。第一个，我们火星塞的外面这个外圈看到的是黑黑的油这个是应该是吃机油的现象因为这个老车经过30多年以后，它的油封都硬化了所以吃机油是很正常的现象。第二个，我们看到新的火星塞一烧出来之后，你们都是油黑黑的，代表这个里面的积碳是相当严重的。那因为大哥运转的长时间让它运转之后呢它已经把里面的一些积碳都已经把它带出来了，所以表现在这火星塞上面。这全新的火星塞竟然烧成这样，那这个问题呢，首先30多年以上的车子，它缸压没有问题，代表活塞状况是好的，但是它会吃机油，是因为气门油封绝大部分都气门油封硬化造成它的那个刮油不良所以把机油跑到燃烧室里面去了。那这个问题呢是30年以上的车普遍存在的。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基本上它这部车子的马力绝对不会减少，那就是吃机油这个现象。如果能够克服，当然是最好。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